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如何通过训练的方式增加睾酮的分泌。在前面的话题中，我讲解了睾酮的作用。大家应该知道，你健身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自身睾酮的分泌和利用情况。因此，无论是训练还是营养补充，你都应该围绕着提高睾酮作为主要目标。毕竟，睾酮在运动表现方面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。因此，这期我们来研究一下不同类型的训练方法，例如抗阻力训练、有氧训练，在训练层面如何增加睾酮的分泌和利用。此外，我们还将探讨恢复和休息对于维持高睾酮水平的重要性，以及通过训练周期的安排提升睾酮分泌的方法。让我们来进入主题吧。想知道睾酮分泌的数量，首先要了解睾酮的数量是如何检测的，包含血液检测、唾液检测和尿液检测。血液检测是最常用的方法，可以得到总睾酮、游离睾酮以及生物有效睾酮的数值。唾液检测可以得到生物有效睾酮的数值，而尿液检测则多用于对竞技运动员是否使用药物进行检测。因此，今天我们所说的睾酮水平高低都是基于血液检测得出的研究结论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训练对睾酮分泌的影响，以及如何安排训练可以增加睾酮的分泌。研究表明，短时间高强度的抗阻力训练和有氧训练可以增加睾酮的分泌，而过度的运动则会使睾酮的分泌降低。先看时间因素，对于抗阻力训练而言，短时间是指45分钟之内的运动训练时间，超过45分钟的训练会造成睾酮分泌的急剧下降。训练开始时，睾酮的分泌水平逐渐上升，到20到25分钟时达到峰值，随之睾酮的分泌水平就开始下降。到45分钟时，睾酮分泌已经下降了 80%， 甚至趋于零值。因此，在没有摄取类固醇药物的情况下，任何超过45分钟的训练得到的只是意志力的增加，而非肌肉的增加，甚至还可能导致肌肉减少。我知道很多人一次抗阻力训练的时间都超过60分钟，除去训练前的热身，训练后的整理放松，主要训练的时间也在60分钟以上，这对睾酮的分泌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对于有氧训练，短时间是指30分钟以内的训练，任何超过60分钟的有氧训练同样会大幅降低睾酮的水平。当睾酮分泌为零值时，你是无法感知的，你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其实什么也不是。所以训练时应该把握好训练时间，抓紧时间将训练带来的刺激加给肌肉。时间一到，训练就应该结束，长时间的训练反而没有效果。再看训练强度方面，高强度的抗阻力训练促进睾酮的分泌，这是身体为了阻止训练导致肌肉组织破坏的补偿机制。当训练强度高时，血液在外周血管停留的时间加长。外周血管是指位于心脏以及中心循环系统以外的血管，在这里指的就是肌肉中的血管。血液在肌肉血管中的淤积将增加血液中的睾酮浓度，并延长了睾酮在肌肉内部的时间，于是肌肉中睾酮的浓度就增加了。如果是做抗阻力训练的话，训练强度应该是 75% 到 87% 之间，每组训练的次数在5至10次。而对有氧训练而言， 50% 到 70% 的训练强度可以增加睾酮的分泌。相信很多人并不明白训练强度的概念，我在训练强度的那期视频中讲解过，没有看过的小伙伴请出门左转。训练强度是训练的重要元素，一定要了解并加以利用。高强度才能调动睾酮出来保护身体。其实这里就是用高强度将睾酮的分泌骗出来，来帮你提高训练效果。在训练动作的选择方面，大肌肉群、多关节的复合动作可以调动更多的睾酮分泌，例如深蹲、屈腿远拉，这些都属于高级别的训练动作。在训练动作的选择那期视频，我给大家分析了训练动作的7个级别。对于大多数训练者而言，第5、6级别的训练动作更能调动睾酮的大量分泌。如果训练是大肌肉群、中大训练量、多组数和由多个训练动作组合，在训练后4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进行血液检测，可以发现睾酮的分泌依然高于其他训练模式。还有就是训练的组间休息控制在30到60秒，可以提高睾酮的分泌。组间休息时间是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训练元素。组间休息时间长，使训练失去了强度，减少了给肌肉的压力，也失去了睾酮的分泌量。在训练频率的那期视频中，我讲过，初级训练者应该使用平均法安排训练，这是因为对于初级训练者，
睾酮的分泌在最初肌肉受到训练刺激时比较敏感，所以每一块肌肉做一个动作就可以有效的刺激睾酮分泌。但是对于中高级别训练者，如果每块肌肉群只做一个训练动作，肌肉并不会感受到压力，所以睾酮就不会高数量的分泌。当然，研究表明，如果参与抗阻力训练超过2年以上，体内的睾酮水平在平时也呈现高于普通水平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通过血液检测的方式可以了解身体的睾酮水平。短时间的抗阻力训练和有氧训练可以提高睾酮的分泌。抗阻力训练应该将主要训练时间控制在45分钟以内，有氧训练应该将主要训练时间控制在60分钟以内。高强度的抗阻力训练和中强度的有氧训练可以带来睾酮水平增加。大肌肉群参与多关节的复合训练动作可以调动更多的睾酮分泌。抗阻力训练的组间休息时间控制在30到60秒钟时，睾酮的分泌更加旺盛。通过以上的结论可以发现，无论是大强度、大肌肉群参与、复合或者多种训练动作组合，还是更短的组间休息时间，都说明了艰苦的训练过程能带来较高的睾酮分泌。因为只有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，身体才会将睾酮压榨出来，用于保护身体。压榨出来的睾酮对你来说意味着肌肉的力量、体积以及耐力的增加。如果你可以将以上技巧运用到你的训练中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训练。再次强调，一切的训练、营养、休息都应该将提高睾酮作为第一出发点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